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，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习惯给生活做加法，见到喜欢的东西，不考虑需不需要，只管买。步入社会，忽略自我感受，经营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。走得远了，经历的多了，总有一些心事累加在心头。起初的房子是空的，心是澄澈的，后来添置的物件越来越多，应付的事情越来越繁琐，生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质。有句话说，会布局人生的人，内心一定是极简的，懂得做减法才是真正成熟的开始。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，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，才能把更多有价值的事物请进生活。一丢掉家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叫鸟笼效应。如果一个人的客厅里有一个空鸟笼，过段时间他很可能会买只鸟回来养，而不是把笼子丢掉。这种被物所累，成为物件俘虏的状况，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。比方说，家中有一些看着漂亮却很占地方的纸盒，我们不仅不会扔掉它，反而会在盒子里堆更多无用的东西。时间一久，那些闲置的东西还是会沦为垃圾。在有一期拜托了冰箱的节目中，郭麒麟的冰箱被搬到了节目组，像大多数人一样，他的冰箱也塞满了东西。何炅在冰箱的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红色的干辣椒。当他拿出这些干辣椒时，却看见袋子里已布满了霉状物。郭麒麟解释说，虽然自己不会做饭，但是这些干辣椒看着很漂亮，能够用来点缀冰箱，于是就一直留了下来。何炅还发现冰箱里的其他食材不少都已经过期了，比如不常食用的果酱、黄豆酱等等。实在看不下去的何炅当场为郭麒麟的冰箱来了一场断舍离，把过期的食物通通都扔了，只留下一些可用且相对有用的食材，冰箱瞬间变得清爽起来。郭麒麟的冰箱其实折射出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状态。生活中看似有用实则无用的东西，我们总是习惯留下来，于是东西越来越多，可控的余地越来越少。断舍离中说，进则出，出则进，然后再出。这一简单的生命机制隐藏着巨大的力量。我们的生活环境若是想要迎接新的事物，就必须狠心处理掉生活中的无用之物。唯有及时舍去物件，有进有出，心情才会通畅。二，丢掉那些不舒服的人际关系。前段时间有一句歌词非常的火，它唱得很直白，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，说白了，活在这个世上，总有让人不舒服的人际关系。比如有人觉得你好说话，什么都找你帮忙，你帮了他认为是本分，你没帮他就在背后重伤。还有人与你三观不同，话不投机，半句多，很小的问题都能和你争得面红耳赤。碍于面子，你总是默许这种交往，却在不知不觉中委屈了自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清理掉一些无用的社交，让每段关系都脉络分明。成年人的世界本就不易，不妨大胆一些，试着丢掉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人际关系。想起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在与人相处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不热络也不冷淡。我曾热心的准备将他拉进一些平台的微信群里，却遭到了他的拒绝。他告诉我，过多无用的信息让人焦虑，被迫营业的交往叫人心烦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退出了很多无用的微信群，为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人际交往。他还说，选择与自己喜欢的人交流，然后远离不舒服的社交，善待自己的情绪，感觉真好。是啊，我们确实不必为了周全其他人而委屈自己的心情，憋屈自己的事就拒绝。生活中无缘的人就放手，伤害你的人就离开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会很简单很舒服。三，丢掉心中的执念。庄子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做逍遥。逍遥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种洒脱和从容，是宠辱不惊、去留无意的一种释怀。而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感觉到人生并不洒脱，并不开心，根本原因就是被自己执念所禁锢。
自己执念于对于名利的一些追求，对外界物欲的一些向往。当你的执念心越重，那么你在人生中越痛苦，得失心就会越来越重。如果说你不在乎对于名利的一些追求，那么外在的一些变化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影响了，也就是所说的宠辱不惊，去留无意。我很喜欢泰戈尔说过的一句话：有一个夜晚，我烧掉了所有记忆，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；有一个早晨，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，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。人生在世，草木一秋，最怕的便是放不下执念，丢不掉烂事过不好。现在，刘震云在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这本小说里讲的女主李雪莲，便是一个执念太深的女人。整整20年，她不断上访，只为澄清一个早已没有意义的假离婚变真离婚的真相。一开始，她放不下的是前夫秦玉和对自己的欺骗与背叛。后来，她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放不下的是自己无穷无尽的执念。她原本年轻貌美，吃苦肯干，离开了秦玉和，完全可以活得很好，但因为执念太深，一直在这件烂事里纠缠，亲自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，最后潦草一生。记得有句话说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如果我们坚持和那些烂人烂事纠缠，放不过自己，那么也终将在垃圾生活中伤害自己。那些生命中毫无意义的坚持，那些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抵抗，不会让生活更有动力，只会让你感觉更疲惫。有些路啊，真的是回头才有岸，重新起航才有方向。学着清理无意义的执念，轻装上阵面对生活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前路堵死了。4. 生活极简，精神丰盈。你占有的通常也在占有你。我们占有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并不代表我们拥有这样东西。当一个人短视地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当作永远的私人占有物，你的身心便会被这些东西所绑架，失去原本黎明通透的本性。不持有才能不迷失。在这个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时代，不持有的生活方式反而使生活充满了更多可能与生机。日本电视剧《我的家里空无一物》女主角麻衣扔掉了家里90%以上的东西，将各种物品缩减，控制在最低需求。60平米的房子却可以在地上打滚，极简、干净、纯粹的生活让人羡慕。德国设计师基尔桑达曾说过一句话：拿走的东西越多，留下的就越纯粹。一个人最顶级的生活态度，莫过于生活极简，精神丰盈。同种功能的物件，有一件就无需再买第二件。无用的物品不要堆放，该扔就扔。只有腾出物理空间，内心才有余地。不喜欢的饭局应酬，能不去就不去，差你一个，没人会在意。那些让你不舒服、一味伤害你的人，请果断一些，学会离开，及时止损。圈子干净了，心才会跟着安宁。生活向来就是喜忧参半，永远也不要和自己过不去。做一个拿得起放得下，不困于心，不扰于情的人。适者成婚里有这么一句话，所谓断舍离，是将握在手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留下，断绝不需要的物欲，舍弃不必要的圈子，脱离凡是自己的执念。你若澄澈，世界就干净；你若简单，世界就难以复杂。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，而是一场精神的修炼。愿我们都能学会极简生活，不为物扰，不为人怨，放过自己，把心腾出空来，好好去生活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佛禅频道，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。